小姐不见了！快，玉珍，马车就在前面转角，上了车我们就出城。玉珍，元老，我怕我爹要是抓到我。玉珍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凄惨死去，绝不！二小姐，裴将军的表情好吓人，看来是失而复得疯了吧？看来他也重生。前世我被下了迷药，替司桃的嫡姐嫁给了裴素，他很急了我。怎么是你这种心机深沉的贱婢代价？后来，青山，他不想再与我斗，只想好好相处。往后，我们便好好过日子吧。直到宋玉珍死讯传来，是你怕他回来夺你的正妻之位，你才埋头杀手灭口，对不对？此后数年，裴素再未进过我的房。这一生恩怨已了，若有来生，我们各归其位，再无干系。宋青生，裴将军，既然姐姐已经寻回，还是快带她进去吧。夜雨炎凉，可别冻坏了宋家的心头肉。你现在心里一定在可惜，可惜这花轿，你这辈子都做不进去了。将军多虑了，能看姐姐与将军终成眷属，青师只有欢喜。将军，这书生怎么处理？打，留一口气，送回宋府私狱。二小姐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裴将军亲自在里面审呢，要是让他瞧见你，瞧见又如何？宋青生，你也想看他，看那个能带宋玉珍跑的男人长什么样？我看他做甚，倒是将军打一个书生打了1个时辰，看来前世将军在战场上练出来的本事，全都用在私愤上了。果然，你还是那个尖酸刻薄的毒妇。彼此，将军不也是打算做一个强抢民女的恶霸吗？果然是个文弱书生，长得倒是有几分美貌。裴素啊裴素，你常年习武，刚劲勇猛，可你那位嫡姐喜欢的偏偏是这种和你全然相反的文弱之辈。妾身见过夫人。这个时辰你不在房里陪将军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夫君上朝去了，临走前特意赏了妾身一对西域进贡的红玛瑙手镯，说是只有这颜色才配得上妾身的肤色。不过说起来，夫人和夫君的心上人说来也是亲姐妹，怎的一点也不相似，反倒是妾身与她十分相像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夫君昨夜还说，只要看着妾身这张脸，他便觉得这日子总算有了些想头。夫人，您这么看着妾身是何意？你觉得你这张脸和他很像是吗？夫人，放手！夫君若是知道了……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不错，我很满意。我的脸啊！这一刀划得很深，即便愈合，也定会留下疤痕。好了，这下就不相像了。
宋青山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宋青商，你怎是这样的毒妇？宋青商，你要杀我，你竟对我用暗器！管好你的机器，他们只要敢来，我就敢让他们死！我被关入祠堂7日，裴素腹部受伤养了1个月，我们都恨不得对方去死，无爱无恨，只剩一片死寂了所有。夫人，您都坐了1下午了，将军今晚又歇在西院的蓝娘娘那儿了。自打那次陶娘被送走，这府里的狐妹子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将军竟是连正眼都不瞟咱们这儿一眼了。他不来，这院子里倒干净。可您正值盛年，就这样守着青灯过一辈子，这桩婚事虽是天子赐婚，可哪有让正妻活得像个活死人的道理？不能和离，也没本事让他死。除了这样耗着，还能如何？他要他的莺莺燕燕，我要我的清净算账。前世我们就在这种窒息的沉默中互相折磨，如今我不用再做裴顺的妻，他也自可去弥补他的遗憾。逆女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将军府的聘礼已经进了门，你竟敢跟个来路不明的穷酸书生私奔！你这是要让整个宋家陪葬吗？还有你，青山，你平日里是怎么看过你姐姐的？她跟人偷传书信，你竟一丁点儿也没察觉。我看你就是存了心思，想让你姐姐出丑。母亲明鉴，姐姐说要去后花园赏月，命我在院外守着。她翻墙而出的本事，女儿确实学不会。爹，我不要嫁给裴素，我只想要我的书生，你们杀了我吧！你还敢提他孽种！宋大人，我有话要单独和玉珍说。裴将军，这孽女出去。二小姐，裴将军和大小姐在里面谈了快2个时辰了，您说将军会原谅大小姐吗？原谅？他现在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。2个时辰的长谈，够他许几辈子的诺言了。来人，送些冰块进来，再备上1桶滚烫的热水。是。你说裴将军这是做什么？大小姐私奔被抓，他不发火，反倒在里面守了1宿。嘘，将军的事也是你能编排的，快走。咦，大小姐昨晚哭得那般厉害，这眼睛竟只浮肿了1点点，定是裴将军昨儿守了1夜，亲自给大小姐敷了冰。你瞧那冰桶都化成水了。你在这儿站了多久？刚到，看将军一夜未眠，辛苦。辛苦谈不上，倒是你，宋青山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你认识那个叫做袁成的人吗？袁成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书生的名字。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将军未免太看得起我了。姐姐的心上人，连父母都不知道。我一个在后宅的人，从何得知？倒是将军，既然如此确信，何不去问问你那心肝宝贝？你这般性子，活该受苦。
秦商，我们成婚3载，总是针锋相对。如今玉珍，想必也是找不回来了。将军想说什么？我恨他逃婚如我，你也恨宋家薄待。我们2人，倒像是被命运强捆在一起的妻子。跟我说说吧，你在宋家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将军想听，那便当个笑话听吧。我嫡母曾是京城第1美人，我爹当年为了娶她，跪在雪地里许下重诺，此生绝不纳妾。宋大人当年确实情深，满朝皆知。情深，情深抵不过3两黄金。他在嫡母生产那天醉了酒，强占了嫡母的贴身丫鬟。贱婢生的种，怎么不直接在尿盆里？看见这双眼，我就想起那个爬床的背主东西。别让他脏了正房的路，送到后院，跟那些粗使丫鬟养在一起，全当多养了条狗。那丫鬟有了孕就生下了我，我爹觉得我毁了他的身情名声，嫡母觉得我毁了他的贴身情分。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是他们眼中抹不掉的污点。所以，你母亲死后，你就一直顶着丫鬟的名头，在宋玉珍身边伺候。若非嫡姐私奔，哪里还会有我这个2小姐的名头？秦商，我以前确实不知你受过这些。你放心，往后在这裴府，你是唯一的主母，我会待你好。那时候，我真以为在这泥潭里抓到了一根救命草，直到1年后。阿素，夜深了，该歇了。别碰我！你这双手实在脏得很。我说过多少遍，他的死与我无关。无关？宋清商，我以前怎么会觉得你可怜？你曾跟我哭诉你爹不疼娘不爱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你若真是生性纯良，他们又怎会那般厌弃你？你说什么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小小年纪就能在嫡姐身边隐忍谋划，可见你骨子里就是个阴沉恶毒的种。宋秦商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？是不是你天生克亲，才落得个亲缘断绝的下场？宋秦商，我警告你，离玉珍远一点。将军多虑了，只要他不来招惹我，我连看他一眼都嫌费心。最好是这样，别妄想抢走玉珍的福气。你有福，你夫人差点跟人跑了。如今好不容易抓回来，将军可得守谨些，毕竟这种福气不是人人都有的。将军，宋二小姐她不过是个嘴硬心毒的女人，不必理会。吵架这一块，你什么时候赢过？前世之事让我懂了2点：一是男人那张嘴半点不如钱财靠得住；二是绝对别轻易和人交心。小姐，按您的吩咐，这袖剑做成了最窄的款式，贴在手腕内侧，穿上长袖绝看不出来。准头如何？10步之内必中要害。这飞针里的毒是按您要求的，麻醉与剧毒混在一起，见血封喉。除非神仙下凡，否则半刻钟内必死无疑。很好，记住，这东西从未出过这个门。飞刀术还是慢了些，得练到能瞬间带走一个才行。前世花重金打造兵器，一个也没用上，因为裴苏是病死的，我是泄了心力，觉得活着没劲才死的。这一世，我得畅畅快快的活，谁挡我的路，我就让谁死。宋青商，你站住！我刚才在2楼瞧见了，
裴郎怎么会单独找你说话？说，你刚才在和他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在告诉他元朗的事？你是不是想害死元朗？二小姐，大小姐明天可就大婚了，您这时候去勾引准姐夫，未免也太下作了些。姐姐，裴将军说我讨人嫌，注定孤家寡人。你觉得这是在跟我说什么甜言蜜语吗？他说你讨人嫌。你知道我为何改变主意？因为裴郎告诉我，说我真的走了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他便被迫要娶你这个贱婢生的女儿为妻。裴郎说他不想和一个身上流着下贱血脉的女人配成一对，他甚至求我可怜可怜他。宋庆商，你真可怜啊！看来你要在这宋府一辈子享你的穷命了。一书书到尾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真儿，裴家是高门，裴素虽是武将，但他对你这份心思，那是全京城独一份的。娘，我知道裴郎前世，裴郎说了，他会护我一辈子。什么情啊爱的，都不如这将军夫人的名头来得实在。那个书生不过是解闷的玩意。看来已经将他的书生给忘了。前世你私奔3年，受尽搓磨才死。可我觉得你的命还是有点长了。谁？你是谁？不要！放过我吧！你是来救我的？啊，是玉珍派你来的，对不对？跟我走，别出声。只要出了城，我和玉珍就远走高飞。玉珍说她会给我银子的。到了，还没出城啊？你干什么？敢和我主子抢人，你找死！元成如此，并不无辜。前世我曾滔滔潜入过裴素的书房，想知道他为何认定是我害了宋玉珍。裴郎，见字如面。我知自己残花败柳，本已无颜偷生。在那暗无天日的3年里，我被人诱拐，备受元城的畜生摧残，日夜念着郎君之名，才苟活至今。但我求郎君一事，千万不要将此事告知妹妹轻伤。妹妹向来恨我入骨，她若知晓我如此不堪，怕是绝不会让我在京城留得性命。我愿为奴为婢，只求郎君垂怜。站住！你现在满意了？他求我救他的时候还在怕你，怕你这个亲妹妹不肯放过他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阿素，你信我？信你？你掌管裴府暗卫，竟上凤草洞都瞒不过你。若不是你暗中阻拦，我怎会晚到那3日？宋青商，你欠他的一条命，你得用这辈子来还。元成，前世你拐了他，却又虐待他，让他在外面备受摧残。你这种专门诱骗高门女子，靠磨错女人活着的渣子，按律法该是人贩子的下场。今日断你子孙根，
只是让你这畜生罪有应得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杀你，相反，我会让你活下去。我就是要他活，他活着，嫡姐在这将军府里便会日夜忧惧丑事败露，连睡觉都得睁着眼。他活着，裴素那颗自诩情深的心上便会永远横着一根带毒的刀刺，更碰不得。我这个人向来记仇，前世的血，今生的恨，咱们一桩桩一件件，从元城开始慢慢算。裴姑爷，小女玉珍自幼娇生惯养，往后在将军府还请您多担待。宋大人放心，玉珍我自会好生照料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重生的时机若能再早几日，我大婚前夜就该走了。我宋轻商前世死的憋屈，这一世绝不能背着和那渣子私奔的罪名。哟，我还当妹妹在后院忙什么呢？原来是在这破屋子里躲清静。姐姐新婚回门，正该在前厅受长辈训话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偏房？妹妹，你信前世今生吗？姐姐新婚燕尔，想必是累着了，说什么疯话？疯话？不，我是大梦方醒。成婚那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竟是你代替我嫁给了裴郎。梦里你虽然当了将军夫人，可惜啊，裴郎根本不喜你，你守了一辈子的活寡。梦醒后，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觉得幸好嫁给裴郎的是我。不过，我越想越觉得膈应。哪怕是梦里，我的男人怎能容你这种贱婢生的东西染指？就算他不喜你，就算梦里也不行。所以，为了断了某些人的念想，我也得给你找个好人家。王嬷嬷，进来吧。夫人，王嬷嬷在府里伺候多年，劳苦功高。她那个儿子虽然生得特别了些，但胜在老实，配你这个身份绰绰有余。要我嫁给那个生性暴虐痴傻的侏儒？我已和娘亲说了，既然你这么爱收拾包裹，今晚就直接卷了铺盖嫁过去吧，省得留在这府里，平白脏了裴郎的眼。裴素果然还是那个裴素，为了稳住宋玉珍，连前世的秘密都能拿出来编排成梦境去讨她欢心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想我和裴郎很快就会有自己的骨肉了。他现在的样子确实不像重生的，那眼神里的愚蠢和狂妄和前世一模一样。怎么被吓傻了？王嬷嬷那儿子虽不体面，但配你正合适。姐姐说的是。你要干什么？裴郎就在前院。姐姐，元城。你说什么？元城。你给我大声些，说清楚！姐姐，我说元城，我已经听你的话，在那晚偷偷放走了。夫君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是他污蔑我，是他怀恨在心，他想毁了我们的日子，我怎么会放走元城？我知道，宋庆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造谣生事、心狠手辣的毒妇。又是这两个字，毒妇。原来无论我怎么做，在他心里，这已经成了我的注解。这种离间计，也亏你想得出来。
玉珍纯良，她不是你的对手，以后你不必再见她。走吧，该回去了。裴郎，你真好。哟，主母是也来加入我们的吗？宋青生，你毁了他们的脸，我再就找10个、100个。既然见不得人好，你就守着这冷冰冰的将军府，孤独终老吧。宋二小姐，裴素在靖王手下，可是帮他咬掉了我不少地盘。王爷放心，他护靖王，我便护王爷。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他。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知道如何让他一败涂地。将军在外杀敌报国，你却敢投靠誉王，坏他大志。宋青商，你这毒妇真是天生克我们裴家。婆母慎言，将军要的大将军之职，靠的是军功，不是卖妻。还敢还嘴！来人，给我杀！那些年我在裴家后宅受的苦，每一笔我都记在裴素头上。他说这是我的报应，因为我毁了他心爱的嫡姐。母亲管教你是你的福气，宋庆生，你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，受点罪不过是赎罪。将军近来在京郊演武，威风凛凛，想必那大将军的官服很快就要做好了吧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在想，不如我现在就去后院，一刀弄死你的母亲。我弄死婆母，你作为孝子就得丁休3年，3年不入朝，不带兵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摸到大将军的阴山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杀了他，我为你母亲抵命，如此我也算为誉王尽忠，谢他这几年护我一场。裴素，用我一条命换你一辈子的前程，这买卖划算吗？走吧，走吧。送母亲去乡下祖宅养老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得回京。婆母慢走，儿媳不送了。宋清豪，你真是个疯子！彼此彼此。母亲叫我来，有何吩咐？玉珍今日回门，也惦念着你的终身大事。王嬷嬷在府里伺候多年，劳苦功高。她这儿子虽然样貌有些缺憾，但胜在低底干净。这是你将来的夫君，你去收拾收拾，晚间就跟着王嬷嬷过去吧。爹爹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然呢？这种小事，你爹爹何须操心？也是，若爹爹真在乎，我就该是府中正儿八经的二小姐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当年酒后乱性的一个错处，是嫡姐身边的一个高级婢女。多谢母亲恩典，女儿这就去收拾。那个，我知我配不上你，你是府里的小姐，我是个粗人，还生得这副模样。不过，这是夫人的意思，我定会待你好。我知道了，容我回房悉数打扮一下，毕竟是大喜的日子。晚些时候你再来接我。我等着小姐。小姐金贵，这大喜的妆面，老奴自然得亲手帮您打理。走吧，二小姐。嬷嬷这副样子，倒不像是要办喜事。当初你那个贱人娘爬上老爷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也在等这个机会？大家都是嫡母的裴家，凭什么她成了姨娘，我就要被指给那个脏臭的粗使下人？凭什么她生了你，我就要生出个让人戳脊梁骨的怪物？我不敢恨夫人，那是主子，
可你们母女天生就是欠我的。这些年我给你的苦头还只是个开始。瞧瞧，这是我出嫁那天夫人亲手赏我的，如今便宜你了。疼就对了，以后在老奴家里有的是让你疼的时候。走，趁着天黑赶紧进门。嬷嬷，不急，待我向爹娘告别后再走。告别？老爷和夫人才不会见你！你这种自甘下贱嫁给下人的女儿，他们躲都来不及。王嬷嬷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你不想想，我今天要是随随便便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可再没机会向爹娘要钱了。裴家给的大婚聘礼还有不少在库里，我身为庶女，最后哭求一笔嫁妆，总不过分吧？那银子拿回来，不都是大柱的？算你识相。待会儿进去了，你要是敢乱说话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让他进来吧。你们都下去，二小姐要跟老爷夫人说些体己话，这儿有我守着就行。既然要嫁了，以后在王家就要守规矩。王嬷嬷是府里的老人，你莫要丢了宋家的脸。脸面？他这种生来就带脏的东西，哪来的脸面？老爷，只要他不再在京城晃荡，碍了玉珍的眼，便是最大的本分了。我是父亲醉酒后不忠的证据，是嫡母眼中完美生活的污点。他们这一辈子看我的眼神，从未有过半分怜悯，只有漠然。宋玉珍呢？宋家竟然敢拿一个贱婢生的女儿来糊弄我！裴素，你杀了我，去杀了我那黑心的爹，去杀了你那跟人私奔的好夫人！你们这些疯子，凭什么毁了我的一生？你是说，你本想逃婚，却被他们绑了替嫁？我不像宋玉珍有人带她走，我只想自己活下去，有什么错？我以为我是这京城最大的笑话，现在看来你比我惨多了。既然他们不拿我们当人看，这事就不能这么算了。宋大人，这欺君之罪，你担得起吗？裴将军，这玉珍她暴毙身亡。少废话！要想让我认下宋青桑也可以。从今天起，对外宣布宋玉珍病逝，她这辈子都不能再回来，否则我就把人退回来，告你们宋家一个欺君罔上、蔑视圣听之罪。裴将军，定是这小贱人挑唆你！宋大人，管好你的家务事。我曾以为他对宋玉珍无情，只是迫于赐婚的利弊。当时宋家陆陆续续送来不少市级的丫鬟，个个花枝招展，京城中更是流传着裴夫人不孝、折辱婆母的流言。你爹娘就这么恨你吗？为了坏你名声，连宋家的脸都不要了？习惯了。别怕，往后这裴府没人能给你使绊子。那时我的心因为他的这一句疼惜而泛起了波澜，以为他对宋玉珍无情，真的只是迫于赐婚的利弊。原来不是迫于赐婚，我以为我是他共患难的妻，原来他满心期待的婚期，等的是画中人，而我只是那个毁了他所有期待的意想不到。将军，大小姐在南郊被发现了，人送回来的时候已经断了气。毒妇，是不是你怕玉珍回来才派人杀了她？爹，
你说什么？我这几年连裴府的大门都没出过。阿苏，那令牌我明明锁在柜子里，是有人监守自盗。监守自盗？我确实后悔给了你掌家大权，让你能在这京城自由调动人手。从今日起，夫人的亲信全部调离。你不信我？证据确凿，反正人已死了，随你怎样说。开门！我要见嫡母，我要问问他，为了毁了我，他是不是连亲生女儿的命都能拿来算计？我要和你对峙！对峙！你这种下贱胚子生的东西，也配跟我对峙？令牌是被人偷放的，匕首也是你们宋家的。为了毁了我，你连亲生女儿的命都能拿来做局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我的女儿死了，你这个贱婢生的种，凭什么还能坐在将军夫人的位子上吃香喝辣？凭什么你要活得比我的玉珍好？你疯了！贱婢就是贱婢，一辈子都休想爬到我头上。宋青商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他确实进行了自己的诺言。玉珍，他送替身来坏我的心，毁我的婚姻，那我也学他，送个礼物回礼。跟着宋大人，虽没名分，但荣华富贵这辈子不愁。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，让他陷在你的温柔乡里，再也记不得宋家的大门在哪儿。奴婢明白。夫人，老爷他在城西给那个柳儿买了宅子，已经半月没回府了。柳儿，那个长得像我的狐妹子，宋德远，你竟然为了个寄生打我的脸！母亲，现在您终于明白了，男人的裤腰带从来不是因为外人，而是他们自己解开的。宋家丑事传遍京城，便是那次裴素看着我，眼神里第一次透出了惧惮。谁大胆？我是朝廷命官！你竟然对你亲生父亲下手，宋青商，你们一家子都是疯子！是啊，随你怎么说。我也痛恨这样的自己。报仇虽爽，却让父亲在柳儿那儿快活了那么久，我不甘心。贱婢，等我下月入职兵部，有了官身，头一个就收拾你。兄长小时候就爱抢我的饭食，掐我的胳膊，若是让他成了事，我的日子恐怕真的不会好好。伺候好夫人，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安慰。恭喜夫人，是有喜了。母亲，兄长马上要入职了，若是让人知道宋家失能的老爷能让夫人受孕。后来嫡母消失了，宋家只剩父亲和兄长两个主子。丁忧，又是丁忧，3年了，为什么还没轮到我？宋清寒，那个毒妇，她毁了我一辈子。别说了，她现在是将军夫人，连誉王都护着她，你拿什么跟她斗？宋青商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把宋家变成了什么？我们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是啊，我们都是疯子。爹娘，这茶女儿还没敬呢。女儿不孝，此前让爹娘操心了，今晚女儿就要出嫁，这是女儿最后一次侍奉爹娘，唯愿爹娘万事顺累，恩爱一生。罢了，既然知道错了，以后在王家就安分些。恩爱一生，难为你还有这份孝心。以后嫁做人妇，再不能如在家里一般撒泼。王家虽是奴籍，但王嬷嬷是个手狠的，你若是敢不安分，哼！你这茶，夫人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上好的麻药
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淘来的。这种药无色无味，一旦入腹，1个时辰内，即便有人拿刀割你的肉，你都喊不出半声痛。为了自保，这种歪门邪道的路子，我找了很多。因为吃过亏，所以才学会了怎么杀人不留行。爹，别怕，这种麻药的药效极好，我帮您起针的时候，您一点也不会觉得疼。母亲，这簪子真漂亮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只是多看了一眼你头上的首饰，你就让嬷嬷用针扎烂了我的手心。母亲，您的心歪了，这耳朵长着也是浪费。既然这辈子您只爱听那些偏听偏信的话，那以后就干脆什么都别听了吧。但若您瞎了，又怎么能亲眼看到您引以为傲的宋家是如何一寸寸落入泥潭，腐烂发臭呢？这些钱本就有我的一份，这是我那死去的母亲用命给你们换来的钱。爹爹，今晚的事您可一定要保密哦。您可是最看重名声的宋大人，您也不想当不成官，被人笑话是这京城里第一个太监宰相吧？老爷，放过我吧，情商他还小，求求你！来人！不中用的废物！不中用的废物！母亲，你也别忙着难过，您不是最疼爱姐姐吗？忘了告诉你，姐姐回门那天，我给你们所有人的饭菜里都加了料。哪怕是裴素再有本事，这辈子她也休想生出一儿半女。您一定要好好活着，看着裴少如何因为无后而嫌弃姐姐，看着姐姐如何在这将军夫人的位置上守着空房慢慢烂掉。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啊，不然姐姐地位不保。二小姐，这都磨蹭多久了？老爷和夫人怎么说？那银钱……哎呦，这么多！嬷嬷，急什么？进了你王家的门，这东西还能飞了不成？哼，没眼力见的东西，还不进去伺候老爷夫人用膳？站住！父亲母亲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为了我出嫁的事吵得厉害，谁现在进去触眉头，谁就等着挨板子。尤其是王嬷嬷，母亲刚才还骂你办事不力，说这桩婚事安排得太仓促。你确定现在要进去讨骂？二小姐说的是，夫人那脾气，这麻药药效极强，等他们发现不对劲，我早已在10里之外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不是要赶吉时吗？对对对，回屋背上包袱，这就走。娘，这就是我媳妇儿，真白，真漂亮。媳妇儿躲什么呀？装什么贞洁烈美？进了王家的门，你就是死在那床上，也没人替你伸冤。到家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那便走吧。二小姐，先把那银票交出来。娘，我想亲亲媳妇儿。绳子嵌入牛肉的滋味，我也想让你尝尝。这才是真正的新婚大礼。嬷嬷，你瞧，这绳结打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你的风范？小贱人，还想跑？老奴今天非把你这一身反骨勒断不可！手，我的手！哪怕后来绳子解开了，这手也抬不起来了。整整3个月，我连筷子都握不住。哪怕是后来养好了，只要扭到这个位置，就会像针刺一样疼。
这疼我记了很久。嬷嬷，疼吗？这才到哪儿啊？我记得你和我生母当年同是嫡母的贴身丫鬟，你们以前也是做过好姐妹的吧？可后来，为什么属你搓磨她最狠？前世我收拾嫡母时，你也这般求饶，你受不住痛，跟我招了实话。你当初说，大家都是奴才，凭什么我生母能爬上主子的床？父亲情报我母亲那天，你在场，你那天也等在门外吧？你觉得那是出头的好机会，可偏偏父亲选了我母亲，而不是你。你恨啊，你恨这府里所有的女人，尤其是那个抢了你前程的姐妹。所以后来你甘愿当嫡母的走狗，父亲要给我母亲灌堕胎药，是你在药里加重了分量。王嬷嬷，你亲眼看着她在那儿流干了最后一滴血。你得了一份父亲的伤，又得了一份嫡母的伤。你拿我母亲的命给你自己攒了嫁妆，却没想到最后还是嫁了个龌龊货，生了个怪胎。乖乖听话，只要你表现得好，我1个月给你1次解药，不然的话，你会感觉到你的五脏六腑一点点烂掉，直到变成一滩臭水。其实哪有什么解药，那是凝缩的朱砂丸，药效慢，可却最折磨人。它会一点点侵蚀你的五脏六腑，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皮肉慢慢烂掉，最后化成一滩臭水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这辈子，我要为自己活一次。姑娘，求财求子，请去对面佛光寺，咱们这儿显灵费劲。我要在这里住下，要最安静的院子。得嘞，小袁，快把后院那间修竹院给贵客打扫出来。好在今生可以翻盘重来，我心甚悦。小袁，你瞧见没？这位贵人每天除了躺着就是算账，你说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师父，我只知道他给的香油钱够咱修3回佛祖的金身了。怪人，真是个怪人。别家香客来了都是拜佛念经，他倒好，成天挺在那儿。这种平静是我求了2辈子才求来的。前世我也曾信过佛，那时候我与裴叔感情刚好。青上，许个愿吧，佛祖会听见的。愿朝朝顺累，暮暮胜意，年年岁岁永如亲日。玉珍不在了，裴家总要开枝散叶。这些女子都是母亲选的，你且给她们安排住处。裴叔，你忘了我们的诺言了吗？不过是年少轻狂的妄语，已经当真了。后来裴素姬妾成群，儿女一个接一个出生，有一段时日，后院全是孩子的哭声。贵人，您怎么了？是做噩梦了吗？没事，那竟是我最后的快乐日子。可这辈子我有的是安宁日子。当初见他时，必是耗尽了万千民脂民膏，可如今不过是荒山里的一堆废瓦。大抵繁华只在刹那，无常才是永恒。佛不救我，我亦不知该求何神。姑娘，你还好吧？此处风大，脚下石子松动。姑娘若是想赏景，山后有凉亭，观赏风景更佳。我没事，你是谁？小生徐隐之，是这清音寺下的佃户，专门替师太们打理些薄田。徐公子，又是半月没见了，难为你还记得给老身带那腌制的萝卜干。顺手的事儿。师太，给那位姑娘备一碗姜茶吧，她受了风。隐之，隐之，大隐隐于市，小隐于野。陛下驾崩啦！前世陛下猝死，2王争龙，晋王和誉王杀红了眼，京城成了屠场。后来有人找回了隐藏在清音寺的太子妃和皇孙，
请太子妃回朝，请皇孙登基。那是已故太子的遗父子登基的那天，第一个封赏的功臣便是徐颖之。亚父，请受儿臣一拜。徐颖之在那万民敬仰之时，却上了一道折子，辞官归燕书。臣本山野客，事了拂衣去。徐公子，看你谈吐不凡，为何甘心在这荒山野谷当个佃户？若是赶考，想必能得个功名。功名不过是过眼云烟，这山里的水田，田里的良香，隐于此处，心里安稳。倒是姑娘，你眼里有戾气，亦有死气。山外的人都想进来，山里的人却总想出去，何苦呢？若是身处地狱，你还能安稳坐着喝着山里的甜水吗？那脚踝上的步伐稳如松，显然是有极高深的武功底子。地狱在心不在境，姑娘若是放不下，到哪儿都是火坑。这原本是带给村里小孩的，看姑娘心里苦，便借花献佛了。确实甜。姑娘，且慢。山路湿滑，云雾遮掩，姑娘若是累了，后面有亭子可以小憩，莫要再往前了。姑娘，想哭就哭吧，这山间只有风声，哭出来或许会好受些。宋青生，你这种毒妇也会哭？别演戏了，看着恶心。为什么不信我？你说过会待我好，你说过会护着我，为何不信我？明明说了要坦诚相待，我把我的身世、我的难堪、我所有的秘密都掏出来交给你，你为何要拿这些秘密当成刀子反手刺痛我？好的好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再也不会冤枉你，我保证。天地苍茫，何以为家？我从来没有家。姑娘，姑娘，昨日我竟在一个外男面前那般试探。徐云之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片地，老子看中了，就是要收回来。清音寺那些秃驴没钱交税，地早该归我刘家了。刘老爷，这地是清音寺的产，佃户们指着这点粮活命，官府律法在前，你强买强卖，视为不仁。律法在这一带，老子就是法，给我打！把这不知好歹的书生腿打折！哪来的野婆娘，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滚！多谢姑娘仗义出手。昨日试探，这是谢礼。姑娘，昨日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况且这么多钱，徐某断不敢收。我让你收着，你就收着，这是发泄情绪的酬劳。我不习惯欠人情，你有你的清高，我有我的规矩。姑娘这脾气倒真是。收下这些钱，把这地买下来，别再让那些杂碎来烦你。这孩子倒是生得干净，吃吗？豆豆，先帮伯伯去把那边的空筐拎过来。过来吧，去吧，跟姐姐说谢谢。谢谢姐姐。徐公子，你这当爹的倒是有趣，给孩子的糖竟要自己先尝上一口。我是看他可爱，又不是放了毒。姑娘见笑了，山野之人家教严些，怕他贪嘴坏了脾胃。我当时只觉得他是有读书人的死板，家教过严，这便是我前世和徐颖之仅有的几面。后来我继续在裴家的泥潭里斗天斗地，末了黯然死去。他教导皇孙
功成名就，辞官归家，彼此再无干系。今生我来清音寺是特地来等他。既然这江山注定要易主，与其把钱丢给那个喜怒无常的欲望，不如投给这位未来的亚父。宋青商，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倒真像个没教养的山野丫头，显得很不聪明。宋姑娘，你是这里的居士？是捐了香油钱的贵客，徐公子今日又来报账。还有些师太订的物资。当心，不要乱跑。谢谢姐姐。拿着玩，别让徐公子看见。前世裴家是泥潭，徐隐之是彼岸。这辈子，我要拉着彼岸的船，自己当划桨的人。慧真师太，您出来啦！姨娘，豆豆，你来了。未来的大清皇帝叫豆豆，这要是进入史传，怕是史官都要丑白了头。宋姑娘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名字取得极好，亲切。豆豆，吃糖吗？放心，我还没穷到要买砒霜。今日天气好，我看大家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给各位瞧瞧手相。小姐还会这个，略通皮毛，能看穿富贵，也能看穿生死。姐姐，看我的，我的手大，以后能抓很多桃。掌心纹路过山入海，这是天纵之资。姑娘慎言。但这命格成也磨难，败也磨难，须得卧薪尝骨20年，方能拨云见日，必偿所愿。你到底是谁？宋姑娘，有些笑话开不得。去吧，糖吃多了要牙疼的。这是何意？诚意。这里面1万两面额的全国通血银票，以及关于未来3月京中靖王与誉王动作的几句谶言。你从何得知这些？徐先生博古通今，自然知道这世上有的东西是买不来的，但有的东西只要钱够多，就能买到先机。请先生答允我，3日后再打开锦囊。若3日后京城之事并未如我所言，这银票全当给先生和豆豆押金了。好，徐某应下了。他是谦谦君子，信守承诺。3日后，他看到那些真相，自会知道我的价值。想必裴素还在抱着他的心头肉做着春申梦。徐颖儿下山了，大戏已经搭好台子，我这个投资人也该功成身退。前世我依附誉王，成了他手里最快的刀。这一世，我要做那个握刀的人，首先得有钱和权。扬州盐商聚集之地，那里的钱比京城更烫手，也更好拿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京城那个礼部宋家最近简直是撞了邪了。宋大人家，他家大小姐不是刚嫁给裴小将军吗？那可是如日中天啊！如日中天，那是血光见顶。先是那位二小姐说是在出嫁当晚被土匪劫走，连个尸头都没见着，宋府直接报了报4。邪门就邪门在这儿，二小姐一死，宋大人就病倒了，听说下半身瘫了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啊，那宋夫人呢？她可是京城出了名的铁腕。更惨，
说是大悲之下耳朵里钻进了邪风，一夜之间就坏了双耳，现在成了个彻底的聋子。你在他耳边放炮仗，他都带不眨眼的。这还没完呢，那大小姐回门没几天，就有下人传出来，说她大婚前夜跟个书生私奔，被裴将军在城门口活活劫回来的。嚯哟，这种丑事也传出来了，满城风雨啊！都说宋家祖坟冒了黑烟，惹了什么不得了的冤魂索命呢？冤魂？不，那是你们亲手种下的因果。失踪、残废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最邪气的是那位裴小将军，宋家都报了丧，他却死活不认，拿着圣旨和银票满天下找人。1000两，悬赏宋家二小姐宋清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裴将军莫不是疯了？自己夫人不疼，倒去寻那个暴毙的妻妹。这画师手笔极好，画得跟真人似的。哎，哎呦喂，哥几个快瞧，这位姑娘，你这眉眼倒和这告示上的宋二小姐有7、8分像啊！真的吗？这位大哥，您再仔细瞧瞧，真的很像吗？若真像，那1000两，不如您现在就把我送去京城裴将军府。咱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真拿到了赏钱，咱们5-5分成，您看如何？去，人家宋二小姐虽然是庶出，好歹也是大家闺秀，那是文雅端庄的人物。就是，瞧你这副没见过钱的猥琐样，哪有一点大家气派？长得像也只是皮囊，这骨子里的下作劲儿差远了。猥琐，没想到这辈子活得真实点，反而成了最好的易容术。1000两，裴素，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宋清商，你就算死在外面，我也不会掉一滴眼泪。如今却要死见尸，你大概是查了宋德远和嫡母的伤，发现我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小姑娘了。裴素，你想抓我回去？做梦！东家，这一年咱们在扬州、苏州落户的铺子已经全稳住了，田庄那边的春耕也见了成效，现银流转极快。很好，继续买粮、买布、囤药，只要是日后战乱时最缺的东西，通通收进来。东家，京城那边，裴小将军还在疯了似的找您。找我？他当然要找我。宋清商，本以为重获一世你能安分点儿，没想到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个疯子。你想跑？为了协助晋王，我也必须把你这颗变数捉回来。裴素，你死得太早，根本不知道晋王和誉王最后都是给小皇孙做了嫁衣。你找吧，等你找累了，这京城也就该乱了。还有一事，京城传来密报，裴老夫人因为宋大小姐1年未愈，已经开始发难了。哦，裴家那个战场终于要开火了。1年了，玉珍，裴家不是做慈善的，你生不出孩子，难道要让素儿断了香火？夫君答应过我的，这一世只要我一个。母亲，纳妾之事不必再提。不提？你看看你带回来那些女人，哪个能生？你整天在外面找那个暴逼的宋清商，难道那个女人能给你生儿子？东家，这女人自打前2日起就不哭不闹了，嘴里还神神叨叨的。1年前，我就命人找到了陶苗，将她从花楼里赎了出来，将养着。太好了，再来一次！宋清商那个贱人，这一世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。这种语气，这种眼神，陶娘，你在说谁？奴婢只是想家了。
有意思，原来重生这种好事也能落在这种蠢人身上。东家，那这陶娘还留着吗？留？怎么不留？她不仅要留，还要回京城去。我养了她大半年，费尽心思让她主动在我这里发现一个惊天秘密，裴素也重生了。她前世爱裴素入骨，又恨我入骨，现在知道她的郎君正等着她，她怎么坐得住？把她放走，顺便把裴素悬赏1000两找我的画像悄悄送到她手里，让2个重生的疯子撞在一起，那画面一定精彩极了。宋青商，你以为关得住我？等我到了京城，回到裴郎身边，这一世我要你跪在我脚下求死！东家，他跑了。按您的吩咐，护卫只追了1里地就撤了。他那身子骨受过罚，又娇养了1年，怕是跑不到京城就得死在路边。他不能死，至少在进裴府大门前，他必须干干净净的活着。袁成，停手！主子1年前，我从南风滚把你这个人赎回来，给你药，给你刀。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什么？记得，主子说要让那些毁了我一生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去吧，跟着那个叫陶娘的女人，她要去京城找到她的夫君裴素。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远远的看着她，更不准她死。她长得真像宋雨辰，所以你得忍住，等她进了京，有的是你报仇的机会。陶娘，我送你一个保镖。没钱吃什么饭？看你长得俊，不如留下来抵债。放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将来的将军夫人。这位小哥，他的账我结了。姑娘，你长得真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公子说笑了，哪有什么故人？敢问姑娘，这是要去往何处？我要去京城，找我夫君。没事吧？若是裴素能像他这样温柔，不，裴素是将军，能给我名分。这个袁成不过是个穷酸书生，我不能为了他毁了前程。袁公子，京城已到，此前种种多谢公子照顾，往后便不要再见了。姑娘真要如此绝情？我夫君是裴素裴将军，公子若为我好，便请离去。裴素，宋雨辰，我回来了。来了，我的裴郎。裴郎，我终于回来了，你怎么不来找我？你知不知道江南那个别院又冷又黑，我想你想的心都碎了，想你想的好苦啊！你是？是我啊，郎君不记得陶娘了吗？陶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贱人，手给我撒开！哪里来的贱婢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没见过男人吗？就往我夫君怀里钻，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！这张脸还有这身段，竟与我如此相似，甚至那哀怨的神态，简直比我那个死掉的亲妹妹宋青生还要像我。夫君，他是谁？别在这丢人现眼，先进去。玉珍，不是我说你，裴家进门1年，你这肚子半点动静都没有。
婆婆，既然你没用，裴家总得要香火。这姑娘长得好，一看就是个能生的。素儿既然心疼她，就留下吧。多谢老夫人垂怜，陶娘不求名分，只想伺候在裴郎左右，哪怕只是个没名分的，陶娘也认了。你闭嘴！够了。裴郎，你不知道我也回来了吧？我知道你前世所有的私密，这一世，我要你所有的宠爱都只给我。姐姐，这是婆婆赏您的补药。滚！你这贱人，少在这装模作样！姐姐，你以为裴郎真的只爱你一个？你可知道，前世你死后，裴郎在这府里纳了一个又一个，这满院子的姬妾生出来的孩子能占满这院子。你胡说！裴郎说他这一世只爱我，那是因为前世他恨你死得早。他最喜欢的一个妾叫陶娘，也就是我。他跟我说，只有抱着我，才觉得你还活着。可惜啊，姐姐现在不能生了。可我不一样，我这身子干净得很，随时都能给裴家开枝散叶。你守着你的名分变老，我带着我的儿子上位。裴郎既然两世都爱这种脸，那这种脸生的孩子，他也一定会爱如至宝。不会的，裴郎怎么会纳妾？那些孩子都是谁生的？听说裴小将军府里闹得不可开交，大小姐天天闹自尽呢。这裴家怕是要闹翻天喽。好，这才是裴家的福气，一看就是个能生养的。一辈子，他亲口答应我的，这一世只要我一个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裴素这算什么一见钟情？你的深情就是找一堆贱人来戳我的心呢！真真，别叫，是我，你的元郎。元成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当初弃我而去，选了裴家的富贵，我不怨你，真的。裴家的确富贵，你也的确该享福。可惜，这富贵日子很快就到头。那位妾室只要生了孩子，全府上下都会围着她转。你是正妻又如何？一个不能生蛋的母鸡，裴母会让你坐在这位子上多久？裴素即便心疼你，可在这后代面前，他的心迟早会偏向那边。不，他不会的。我是男人，我可太懂男人了。你现在得意洋洋的所谓深情，此时此刻就像一个全京城都能看见的笑话。真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不需要每天担惊受怕，你其实可以一劳永逸。怎么一劳永逸？简单，既然你不能生，那就让裴素也不能生。只要她断了种，这满院子的姬妾不过是摆设。到时候你依旧是唯一的夫人，谁也别想母凭子贵越过你去。你疯了？那是我的夫君。他算什么夫君？他在隔壁和别的女人洞房时，想过你是他的妻吗？他让你受这种羞辱，你们就该扯平了。只要裴素和你一样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外人，多好啊！不能生，像我一样，扯平了。你是选一辈子的笑话，还是选一个永远离不开你的男人？选吧。小翠，夫人，去前厅请将军过来，就说我心口疼得厉害。真真，你还没歇息？夫君，今天是你的喜日子，我知道我留不住你，这碗汤喝了暖暖胃，喝了这碗，我再不拦你。真真，你放心，我只是想给裴家留个后，那是母亲逼我的。只要她生了孩子，我就将那妾室送得远远的，此生再不相见。以后我只守着你。真真，你怎么了？身子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
珍珍，别在这等死了，跟我走！院长，你怎么敢？这和我想的不一样！救命！来人，有刺客！抓活的，要亲自剜了他的心！哈哈哈哈！宋青商在哪里？说，你和宋青商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何时放你出来的？宋青商，那是谁？宋家二小姐，那个救了你，又把你藏了1年的毒妇。二小姐，她不是1年前就死了吗？京城谁人不知？你的主子到底是谁？别给我兜圈子！哈哈哈哈哈！主子？哪来的主子？你口口声声提那个死掉的宋青商，莫不是你那亏心事做多了，日夜梦着那个被你逼死的正妻？他的样子不像是装的，莫非另有其人？我明明放了你，你为何还要再行刺我？放了我！裴素，你高高在上，当然不记得了。1年前我还没出宋府大门，就被人废了命根子。你让我做不成男人，我凭什么要放过你？裴素，你自诩情深，你看看你身后的那个女人。你以为那是你的珍珍？她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为了不让你那新过门的妾室生下种，她亲手接过了我的绝子汤。裴素，你跟我一样吗？你喝下的那碗醒酒汤里是这世间最毒的绝子汤，我这袖剑上也抹了毒。这辈子，你即便活着，也只能当个空有其表的废人。从今以后，你和我一模一样，你裴家绝后了！什么？绝子？去请大夫，把京城最好的郎中都给我绑过来，快啊！说，将军，那醒酒汤里的药极烈，且与袖剑上的奇毒相冲，断无转圜之机。将军此生怕是仔细已决。人生如梦，明明重来一次，是为了弥补前世那些遗憾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过得比前世还要糟糕？传信给靖王，我知道誉王所有暗中的部署，我要他死，我要宋青商陪葬。宋青商，你一定藏在誉王府里。既然你毁了我的家，那我就毁了这天下。靖王对裴素言听计从，誉王的暗哨被一个个拔起，皇帝猝崩，二王在朱雀大街疯狂互杀，京城瞬间陷入火海，而裴素还在继续找我。逆贼裴素已逃向涪水，务必擒获。宋青商，没想到我们又走到了这一步。是啊，可能你我天生是对头，这辈子注定不可能共处一室。这一世，终究是你赢了。你是怎么找到太子的？不过是换个人投资罢了。裴素，这一次我赢了，当然，上一次我也没输。我死之前，已将所有的家财全部交给了新帝，唯一的要求便是你的子孙将来各凭本事，谁也别想沾我的光。你的儿孙守着你那空壳般的将军府，却求不来我一锭银子的提携。我的恩情绝不会负及你裴素的任何一个子孙。宋青商，你如此恨我，不该吗？你毁了我对家的最后一点气息，我毁你一生，这账算得清吗？宋青商，前世恩怨已了，今生你想要抓我立功，那就亲自过来，像前世那样，用你的袖剑射穿我的胸膛。裴素，我唯一曾经交托过真心的人就是你。青商，许个愿吧，佛祖会听见的。可你转瞬便将这真心弃如敝履。宋青商，你怎是这样的毒妇？你不信我，怨憎我，为了那些替身窃血打压我。若非我找到了誉王做靠山，那一世我早已是深宅大院的一缕幽魂。放箭！青商，带上他的尸首回京。
我之间恩怨已了，这一世你能重生是福气，滚远点。若再让我发现你动一丁点歪心思，我会让你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。不会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想做什么？裴素死了，你赢了，你还要杀我吗？但我求郎君一事，千万不要将此事告知妹妹轻伤。妹妹向来恨我入骨，她若知晓我如此不堪，怕是绝不会让我在京城留得性命。死太便宜了。喜欢乱说，那就哑了吧。郡主，宋家那案子哀家准了。姐姐送来的银票解了朕燃眉之急。宋大人贪墨受贿，结党私营，朕已罢了他的官。谢陛下，谢太后。流放到那苦寒之地，你也算报了幼年之仇。死太快了，在那蛮荒之地为奴为婢，受尽风霜，才是他们该得的罪。在清音寺那段日子，佛音洗了我的杀心，活着赎罪比死更残忍。宋姑娘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一切都好。